做一场没有终点的梦，又能怎样？硝烟从未散场，又怎样？突然百孔千疮。只能够战胜残酷，只能去圈住迷途，他要走的每一步，不犹豫，不彷徨。这夜的星光长什么模样？用善良捍卫原则立场。多滚烫，燃烧着理想，棱角与锋芒。别去想那些失望，梦想都终将绽放，终将绽放。要不我一会儿再来。别，你们聊吧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保留我的意见，暂不上会。谢谢。这份协议是1个月之前签的。那么林家映是什么时间认识耿星虎，又是怎么认识龙斌的呢？也是在1个月前。那也就是说，他们认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签了。他们以借款必须由出借人扣押担保人的各类证件为由，骗取了佳映姐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房产证，还有离婚判决书的原件。这是林家映的陈述，龙斌肯定有另外一套说辞。龙斌是骗子啊！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骗子？他肯定是和耿星虎串通的。证据呢？因为带他们做公证的人名字叫做江俊。江俊是骗子的意思吗？带麦飞爷爷做公证的人名字也叫江俊，所以我怀疑他们是个团伙。就像您上次跟我说的，他们这种人都是有剧本的，他们有好几套剧本，对不同的人下不同的套。不是说你怀疑，你觉得，是要有证据。证据。去公证处签字的时候，应该是有录音和录像的。那就请你去公证处把录音和录像全都拿回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要回来。怎么了？你不要去了，我去。我可以的。你不可以，你没有律师证，他们很可能不配合你。把这个材料回去再梳理一下。林家映应该还有些事情没告诉你。他应该全部都告诉我。他肯定对你有所隐瞒，再去问。罗老师，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啊？林家映不是一个诚实的人。你既然不相信他，那你为什么要接他的案子？是啊，我为什么接呢？我现在还真的有点后悔。难道说我当时只是头脑发热？哦，对，因为有人在我耳边说为了正义冲啊，所以我就冲出去了。德斌，你有空吗？我刚好要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怎么了？有事儿吗？封印跟你说了吗？什么事儿？你最好别沾林家映。谢谢，我已经沾了。你可以找个理由拒绝的。我找不到理由。比如说你病了。我没病。我不能咒我自己。罗律师，我刚好要出去一趟。我不是来找您的。
知道林佳英为什么找不到律师吗？不是因为他没钱，没钱可以打风险代理，而是因为他的案子风险太大。我喜欢风险，不值当。他们找我麻烦也不值当。小偷团伙作案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提醒失主，他们会把那个人往死里打，而且是当众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了他们以后偷东西的时候，再没有人敢说话。我刚才碰见罗宾了。那你有没有跟他说你是过来找我的呀？没有，当时还有一个女的追着他说什么事儿呢？哦，黛西，对不起啊，我跟他说点事儿。啊，那你在那儿等我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知道啊，莎莎嘛。那你知道他跟任小年什么关系吗？怎么了？他来找你干嘛？咨询呗。我是问他来找你，你跟罗宾说了吗？还没有，他叫我先别跟别人说。他叫你别跟别人说，他大摇大摆来咱们律所找你。他本来呢是想约我在外边见面，说要请我吃饭，可是我没有时间。你也知道的，现在何塞老师让高峰管着我们但凡不在律所就要跟他汇报，去干什么啦，去哪儿啊，恨不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长一点都要跟他讲。我是提醒你，鉴于任小年跟他关系特殊，鉴于任小年跟咱们律所关系特殊，你最好不要沾。明白了。嗨，我来了。他是不是不让你管我的事儿啊？你怎么哭了？啊？你在找我吧？我那时候可瘦了。哪个是黛西啊？黛西？没有黛西，她不是你同学吗？她还是你同事呢。她所有事你都知道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她怎么没出现在你们毕业合照上？啊，那可能是感冒了，或者拉肚子，也有可能压根就没毕业，都有可能。你拍它干嘛？我那个拍下来回去问问她为什么不在啊？我劝你慎重。为什么？我听说她在你们律所挺特殊的。你知道王丽她是怎么得罪我们所主任的吗？不是听说是你们主任嫉贤妒能吗？不是，我们主任有一助理，给的薪水挺高的，大家都不服气。主任说他牛津毕业的值这个价，然后王丽就去查了一下，结果发现不是，主任面子上就过不去啊。所以王丽之后在我们所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哎呦，我得上去了啊，何塞找我。你是律师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这个分手它是属于私事儿，不归律师管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需要分割什么的，那还归律师管一管。我就是有啊。您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，不要写成流水账啊！不要写成流水账。要找到跟你核心观点对应的事实，或是能印证你核心观点的事实，着重陈述，加深印象，明确诉讼目的。好的，着重陈述，加深印象，明确诉讼目的。你不要简单的重复我的话，好不好？不简单的重复您说的话。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就是律师的代理意见成了法院的判决意见。我没有重复您说的话，但是你说了我要说的话。律师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的判决意见，这就是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。何老师，我努力争取达到最高境界。越快越好啊！但是千万别写成流水账，着重陈述，加深印象，明确诉讼目的，逻辑清晰，表述重要事实和你所持观点的关系。诉讼律师的最高境界，那就是自己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判决的意见。对了，
律师的代理意见做了法院的判决意见，这就是诉讼律师最高的境界。哎，你现在很不错嘛，啊，说出了我想说的话。是你说了何塞老师想说的话吧？我觉得何塞老师说的对啊。哎，咱们律师在法庭上引用的法文，那不都是别人写好的说过的吗？哎，你最近跟孟小雨走得挺近啊。你可别误会啊，是他想跳到咱们所，我们俩别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我倒没误会啊。顾杰之前不是也挖过我吗？可是后来我没去他那，就是因为觉得跟孟小雨在一块工作，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尴尬。我说，你俩不会真谈过恋爱吧？没有，真没有。那你尴尬什么？他到处跟别人说我跟他谈过，其实我们俩就是一块上了一个考研培训班，最多就是在一块吃过几顿饭，别的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你这个事儿吧，我最多也就只能给你提提意见，因为我只是罗宾的助理，我不能够自己单独接案子的。其实我在找你之前，我已经找过他了，可他立马就拒绝我了，肯定是怕得罪任小年。不可能，罗宾他绝对不是这种人。如果他拒绝你，一定有他拒绝的道理。是这样的，任小年呢，他之前是我们律所的客户，虽然他后面换了律所，已经不是我们的客户了，但是严格意义上讲，如果你要跟任小年打官司，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你的委托的。那为什么呀？因为利益冲突。可任小年都不是你们的客户了，这有什么利益冲突啊？按照律师职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，在担任常年或者专项法律顾问期间，或者合同终止1年之内，在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为法律顾问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对立方接受。我一句都没听懂，你说慢一点，我真的听不懂。我说简单一点好吗？就是我们曾经是任小年的法律顾问，现在虽然他换了律所，但是在1年之内，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他对立方的委托的。如果说你要和任小年打官司，那么你就是任小年的对立方。可是现在马上满1年了，马上满1年，他也没满1年呀，对吗？差1天都不行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要是太为难的话，你介绍你的同学或者朋友给我也行，只要是你信得过的，我求求你了。黛西，我求求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佳颖姐。黛西呀，我接到法院寄给我的起诉书了，他们告了我，他们真的告了我，你说我可怎么办呢？您别着急，我现在马上过来找您一趟，您等我啊。好，拜拜。这样吧，我介绍一个我的前同事给你。哦，好，你信得过就行。罗老师，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？这个，林佳颖跟我说，当时耿新虎追她追得非常紧，他们本来打算合开一家公司的，这个协议是耿新虎主动提出来的。
这是一份入股协议。没错，根据这份协议，林家印和耿新湖打算合开一家公司，他们的注册资本一共是5000万，林家印占5%的股份，也就是250万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因为他之前也没告诉我。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他对你有所隐瞒，你偏不信我。我也问他了，他跟我解释说他不是有意隐瞒我们的，是他自己都忘记了签过这样的一个东西。他忘记了？那你有没有问过他还忘记了什么？哎呀，那些就先别管了，就光这份入股协议本身就非常非常有问题。您想想，5000万的注册资金，5000万，如果真的有这5000万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还会缺林家印这套房子呢？他的这套房子根本就贷不到几个钱。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看，对方起诉林家印有证据，可以申请法院直接执行，但是林家印起诉对方诈骗，缺少证据。龙斌用的是真实身份证和真实姓名，有走账记录，还有他林家印的签字，形式上是完备的。这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。但是对方证据确凿，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要打官司，所以他们的证据链条是完整的。他们是一个团伙，他们合起伙来去骗林家印，有人扮男朋友，有人扮投资人。他是弱智吗？他是受害者，他还不如是弱智呢。哦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这肩膀抽筋了，有点疼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你瞪我干什么？你以为你眼睛很大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想办法证明他是弱智，或者他精神有毛病，这样我们的胜算还能大一些。罗老师，这事儿真的不能怪他，他面对的可是一个团伙。怎么证明？啊，将军，您找到将军了没有呀？我不用你教我怎么找人，你现在闭上嘴听我说，马上现在再去找林家印，告诉他，让他回忆起每一个细节，还有电话、微信记录，每一条全部都想起来，包括耿星虎的、龙斌的和这个案子完全相关的每一个事情都要想起来，要相信你，不要难为情，每一条都要给你听，你也要听下去，好吗？他说这是他的隐私，怎么办？那就告诉他。我的原则是我从来不接我不相信的案子，我也不接不相信我的客户。怎么了？牙齿也不舒服？好笑吗？还有，记住，以后不要在我背后搞小动作。我背后有眼。严格来说，青春损失费属于民间说法，当事人关于青春损失费的主张，也是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的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跟任小年白白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送给我的房子，现在分手了，我还得还给他，这不是鼓励男人不负责任吗？如果你和男人谈恋爱，法律支持在分手以后，男人给你一套房子作为补偿，这不是变相支持男人包养女人，对吧？沙女士，你先别生气，我刚才可能措辞有点问题，我马上给您出律师函，您先坐。我刚才呢是在给你沙盘推演一下，那这样，就按照你说的，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与。你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吗？有。行，那我们先不提青春损失费，房子是他给予你的赠与，赠与呢是不能随便撤销的。早这样说不就行了？那您看，咱们那个代理协议，你先写出来给我看看，我如果觉得行，咱们就签。好嘞。给你的独家配方。有事儿找我？你忙吗？还好，你说。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我是我姐的助理，但是她手头上没有什么案件。你要是有其他的小案子呢，自己忙不过来的，你可以给我来做。可以啊，
那个裘皮大衣丢失的快递案，是不是快开庭了？你对那个案件感兴趣？好啊，你去找戴希说。好的。佳颖姐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我想过来找您一趟，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一下。嗨，还没下班呢。我要去见一个当事人，很讨厌的当事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都在你脸上写着呢。亲爱的，罗宾让我告诉你一下，那个快递丢失案交给我做。罗老师，我觉得您这样做特别的不对。你怎么可以把我前期已经几乎快做完的案子，你就这么移交给兰兰了？是，我是你的助理，这一点错都没有。但你不能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吧？你这样子的话，说的轻一点，你这是没有顾及我的感受；你说的重一点，你就是根本就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。哎呀，对不起。说完了。那我来总结一下。你冲进我的办公室，先是质问我为什么把这个快递丢失案交给兰兰，然后强调这个案子是你的，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给了兰兰，就是对你的不尊重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明确一下。首先，这个案子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因为你不具备独立办案的资格。其次，我们现在律所有非常多的案子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，尤其是林佳映的案子。按照我的原则，我是不会接的。但是按照你的原则，我接了，本着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。既然接了，就要全力以赴。所以说，放手一两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完的案子给需要案源的同事，这有什么错呢？再说了，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擅自做主接待了与本所存在利益冲突的案子，这怎么算呢？我已经跟莎莎说了，我们不能接受她的委托。然后呢？我事先并不知道她找我过来什么事儿，她在电话里也没有告诉我，所以我还以为是跟她个人或者是她亲戚朋友出了什么事儿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跟任小年有关系。那在你知道了跟任小年有关系之后，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就让他去找别的律师了。没有给他推荐别的律师吗？他求我。我问你的问题的重点是你有没有给他推荐别的律师，而不是他有没有求你。范小天，真是有爱的行为。小金刚刚接到法庭的电话，通知他下礼拜开庭。你跟小金商量一下，就说我给他推荐一个全球排名前10法学院毕业的律师。你不亲自出庭吗？你现在就去跟兰兰交接一下。去啊！好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忽然有点崇拜何塞，因为他的助理从来不敢跟他对抗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你也经常会说何塞，如果他找的人连他都不敢对抗，那怎么期望这个人去和邪恶对抗？没错，我还记得何塞非常生气，说我羞辱了他。因为你把他和邪恶相提并论。有的时候正义也会和邪恶相提并论，比如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。你晚上有空吗？
陪你衣服，我陪你衣服。全都在这儿了，下周开庭，具体的你问丽娜吧。谢谢啊。有空一起吃个饭吧。不了，我有事儿。我还没说什么时候呢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有事儿。你好像一脸的不高兴。我确实不高兴。是因为我抢了你的案子吗？你说呢？我就是随口跟罗宾说了一嘴，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快就答应了。你当然想到了，你要是没想到的话，你就不会张这个口了。那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那我把它还给你喽。不了，我还有别的案子呢。那你要是需要我帮忙的话，随时哈。谢谢你啊。哎，白姐。啊，冯蔡老师。你是从兰兰办公室来的吗？对。他干嘛呢？助人为乐。助人为乐。你刚才没有回我微信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哦，我没顾上。忙什么呢？这不是那个快递丢失的案子吗？嗯，罗宾把那个案子给我了。给你了。我毛遂自荐。其实，我那儿也有很多的案源，如果你要喜欢的话，我可以跟你分享。谢谢。啊，那个，你刚才说关于损害你衣物的事情怎么赔？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及司法解释，损害他人的财产，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为计算标准。被损坏的财产完全损毁、灭失的，按照该财产当时市场上对应的价格标准按全价计算。如被完全损毁、灭失财产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以上的，按照折价后的价格进行计算。如财产部分毁损，应当按照由于毁损使该物价值损失的相应市场价格标准计算。那你看，何塞律师，您不能根据侵权责任法对我进行赔偿。那我应该依据什么？我记得刑法里面有那么一条，故意损坏公司财物，涉嫌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以立案追诉：一、造成公司财物损失5000元以上的。你这件衣服5000元以上吗？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、北京市检察院、北京市公安局关于8种侵犯财产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通知，故意损坏财物罪，数额较大为5000元以上，数额巨大为5万元以上。您刚巧够上了数额较大的标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过失。你就是故意的。我真的不是。你就是。我不是。那我总得有犯罪动机，对吧？你没有吗？哎，你说怎么会这么巧啊？都是被骗了房子，都是富强公证，而且还都是同一个受托人。你找我来就为这事儿啊？啊，
不然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咱俩又哪个汉子碰上了。这不就是碰上了吗？我记得你爷爷刚出生那会儿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，这是一团火。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我现在时常感到万幸。我们家那事儿幸亏我发现的早，我爷爷的房子算是保住了，可后面发生好多事儿都没来得及跟你说。担保公司派人去我们家骚扰，来了一群流氓。你只要报警的话，他们就说是经济纠纷，是要账的，你能说什么呀？他们已经把法律都给琢磨透了，人家也是有组织、有管理的。他们觉得把你骗得倾家荡产，那是你应该交的智商税，都这么想。现在林家已经被他们逼到活不下去了。股民炒股血本无归，也被逼得活不下去了。那你能告荐股人吗？对吧？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，他们这是犯罪。如果不把他们绳之于法的话，他们会骗更多人的。我真的帮不了你。爷爷不是和将军认识吗？哎，我爷爷是我亲人，林家硬是你的客户，你的当事人。行了，别管了。那今天晚上我去看看爷爷呗。我们现在不住那儿了。啊？惹不起还躲不起啊？房子是保住了，他们老来人骚扰啊。我在安居客上找了一间房子，我们暂时先搬过去了。那你现在住哪儿啊？我晚上约了事儿。久等了。走吧。这大姐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手机忘了。哎，那是上层电梯。你不下班，躲在这儿吃什么呢？我在等林家印呢，他突然放我鸽子，让我等他。喝吗？我刚才喝仨了，没事。想让我跟你说实话吗？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。你想说林家印他为了让我接他的案子，所以呢故意对我有所隐瞒。他怕他都跟我说了，我就没有那么同情他，我也就不会接他的案子了，是不是？哼，有的当事人很奇怪，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律师。林家印呢，他之前被别人骗过，这样的当事人你更要小心。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大不了输呗。这不是最坏的结果，这案子如果你输了，他们可能会纠缠你，让你赔房子。让我赔房子？凭什么呀？他们的逻辑是，官司如果打赢了，他们的房子就能保住。现在如果因为你输了这个案子，房子没了就得你赔。哈。哎，丽娜姐，你把我说的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我就是跟你提个醒。我知道，谢谢。你跟麦飞真分了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骗你这个干什么？我刚才在楼下看他上了一辆豪车，就刚才。应该是客户的车吧？廖主任最近给了他一个特别土豪的客户。挺好。什么挺好？你们这样现在挺好的。不错。拜拜，我走了。拜拜，接着吃吧。罗宾律师，您是？我叫李德彪，之前也是干律师的。我们之前见过吗？我现在早不干了，干律师太辛苦了，而且没回头客。您想啊，谁家成天到晚打官司，除非是犯罪团伙，那业务量可以常年有。今儿这个兄弟进去了，明天那兄弟出来了，今天这个抓了，明天那个判了。普通老百姓赶上一回打官司找您打，您要是给人家打输了，那得天天到律师所去闹去，就算是赢了，那也是一锤子买卖，业务量不行啊，对吧？
那既然不干了，现在主要是讨债。我有个客户呢，正好跟您有点关系，想托我找您谈谈。您是他的律师。找我谈，那就别在这儿谈。明天来我律所。哎呀，我一看见您呐，就看见当初的我。我当初跟您一样，特别有正义感。就是后来呀，出了一起交通事故，医院住了半年多。你想干什么呀？没想干什么呀，我就想跟您聊聊。哈哈，您要是忙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啊，这是更衣室，没监控，您放心，我是好心。怎么会见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黛西办公电话。Siri 没有找到黛西办公电话。黛西。对不起，请您再重复一遍。黛西。是要给黛姬打电话吗？你才待机呢。出了一起交通事故，医院住了半年多了。麦飞电话。好的，给麦飞打电话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罗丽。麦飞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急事儿要找黛西，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我，罗丽，我这边有事儿，我等会儿回给您啊。知道林佳英为什么找不到律师吗？不是因为他没钱，没钱可以打风险代理，而是因为他的案子风险太大。小偷团伙作案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提醒失主，他们会把那个人往死里打，而且是当众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奸钱驱逐正钱是非常残酷的。我是好心。丽娜电话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这里是丽娜的机器人助理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，我现在有点急事儿要找黛西，你帮我找到她家的地址。现在就要。我在美容院呢，刚敷上面膜，挺贵的。不要开玩笑，明天我送你一筐面膜，现在马上发给我。九龙山站，九龙山 Station。佳音姐，佳音姐，我知道您在家呢，我刚看到了，您家灯亮着呢。佳音姐，
佳音姐，您要是不开门的话，我就报警了啊！林佳音，佳音姐，佳音姐，您怎么了啊？没什么。你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听我说啊！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？没关系，我来都来了，您摔哪儿了？我带您去医院去看看好不好？听我说，我今天真的不舒服。没事儿的，哎，我带您去医院去看看。行吗？你先让我进来吧，您到底是怎么了？这是为什么脸会肿成这个样？喂，喂，罗律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在忙。您说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想找黛西，但是她的电话一直没人接。我想问问你，她有没有其他的联络方式？